倘若我跟各位老友说，同样花费15分钟出门缓步慢行，仅仅挪动1个钟头的执行时段，其中一种做法会让刚吃下肚的热量尽数变成身上赘肉，另一种方式却能瞬时开启人体自带的高效燃脂机制。各位愿意相信这个结论吗？各位朋友呀，这并不是我随口夸大的噱头言论，大家不妨在脑海里设想一番哦。我们整副身体的运转逻辑，其实酷似一家客源常年爆满、全年无休的社区家常面馆，大半辈子忙着买菜做饭、打理家务的中老年朋友，大多从来没有仔细琢磨过散步这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放在饭前去做，或是饱餐结束之后出门，等同于给这家面馆下达2套完全相悖的运营指令。明明迈步的动作没有半点区别，只是调换了吃饭和运动的先后顺序，身体内部的调节机制就会出现天差地别的变化。今天这期内容我就用通俗大白话拆解散步时机背后藏着的人体生理常识，帮所有在意体重、血糖变化的朋友弄清楚选对散步时间能收获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首先，我们先来细说空腹出门健走带来的身体改变。肚子还没有吃任何食物，就迈开脚步，大脑和全身器官会第一时间捕捉到养分，补给中断，但身体依旧需要能量维持活动的信号。这个时候，血液里的胰岛素含量会落到一整天当中的最低水平。我们可以把胰岛素比作面馆专门负责采购食材、囤积原料的库房管理员，平日里只要碳水养分进入体内，这位管理员就会把多余糖分统统收纳进冷藏仓库储存起来。空腹阶段，管理员活性大幅下降，储藏库房失去管束，身体便会自动调动胰高血糖素这类激素接手工作。胰高血糖素就像面馆经验老道的盘点员，本质就是挖掘身体平日里储备下来的备用能量。随着我们一步一步向前走动，肌肉持续耗能的信号层层向上传递，胰高血糖素就会启动脂肪分解程序，并体内的脂肪组织慢慢拆解成游离脂肪酸，顺着血液循环输送到全身肌肉与心脏细胞当中，再经由细胞内部的能量加工厂转化成人体随时可以使用的通用能量。美国斯坦福大学经过多年体能对照实验得出数据，普通人保持中等步速空腹走路坚持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身体就会进入脂肪快速分解的黄金时段。这个阶段的燃脂效率相比饭后散步高出2成到3成左右。肝脏也会同步分解体内储存的肝糖辅助功能，只不过肝糖释放能量的速度远比不上脂肪。空腹运动的能量来源依旧以分解囤积脂肪为主。多数长辈并不清楚，餐前散步除了帮助减掉多余赘肉之外，还能循序渐进提升胰岛素敏感度。空腹活动会慢慢耗空肌肉里存放的肝糖，就像把面馆前台储物空间全部腾空。等到散步结束开始吃饭，肌肉细胞会变得像吸水力极强的海绵，快速吸走血液中多余的葡萄糖。饭后血糖峰值自然被压低，胰腺不用超负荷，分泌胰岛素处理糖分，长期下来能够有效减轻胰腺的工作负担。国际权威糖尿病护理医学期刊曾经刊登过为期12周的对照研究，科研人员筛选数十名体重超标受试者，划分成2个小组，一组固定早餐之前快走半小时，另一组运动时长不变，改在饭后锻炼。实验结束后的统计数据清晰可见，餐前运动组的空腹血糖、糖化相关指标改善幅度远远超过对照组。核心原因就是空腹锻炼改善了身体的胰岛素抵抗问题。除此之外，空腹慢行还会小幅提升体内去甲肾上腺素浓度。这种激素除了辅助调动脂肪之外，还能理清思绪，提升专注力。这是人类历经万年演化留存下来的生存本能。远古先民大多在腹中饥饿时外出觅食狩猎，
身体慢慢进化出空腹提升警觉性的特质。身边不少退休老友都有切身感受，早起空腹散步结束，处理琐事、整理账目时的头脑清晰度，远超赖在床上刷手机的状态。这并不是主观错觉，而是体内神经与激素变化带来的真实效果。接下来我们转换话题，聊聊吃饱饭后出门散步的身体运转规律。一顿丰盛饭菜下肚，胃部被各类食材填满，整个消化系统全速运转。好比面馆突然接到大批量加急外卖订单，成堆食材需要抓紧消化处理。此时起身散步，体内的代谢调控逻辑会彻底反转。食物进入肠胃后，血液葡萄糖数值快速攀升，身体随即分泌大量胰岛素，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库房管理员，忙着把过量糖分收纳储存。倘若吃饱之后直接窝在沙发久坐不动，肌肉没有耗能需求，细胞吸收葡萄糖的通道处于关闭状态，富余糖分最终通通转化成脂肪堆积在腰腹。可只要在用餐结束15分钟至30分钟区间起身慢走，肌肉收缩瞬间就能自主打开葡萄糖吸收通道，绕开胰岛素，直接取用血液糖分充当运动燃料。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医疗团队针对2型血糖异常人群开展临床试验，受试患者每一餐吃完10分钟就出门步行10分钟，连续坚持2个礼拜。最终检测结果显示，全体受试者餐后血糖峰值平均下降1成。晚餐之后散步的控糖效果表现最优，借助动态血糖仪能够直观发现，坚持饭后散步的人群3餐血糖变化曲线平缓顺畅，不会出现骤升骤降的过山车式波动。血糖长期剧烈起伏会持续损伤血管内壁细胞，加速血管硬化，提升心脑血管患病概率。规律饭后散步能够抹平血糖高峰，减少血管受到的氧化损伤，从侧面守护心血管健康。从消化层面来讲，轻度走动能够通过身体活动温和刺激肠胃蠕动，如同给消化道做了一场轻柔按摩，助力消化液正常分泌，加快营养吸收效率。这里必须郑重提醒各位长辈，我们推荐的仅限中低强度休闲散步，绝对不能刚吃完饭就冲刺跑步。负重健身，饱腹后剧烈运动会造成体内血液资源争抢，一部分血液要留守肠胃消化食物，一部分被迫调配至四肢肌群，资源冲突极易引发胃痛、肠胃痉挛、恶心反胃，这也是人体演化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适度活动优化消化效率，过度运动反而打乱身体运转节奏。很多长辈疑惑，同样是饭后出门散步，有时浑身轻松舒服，有时犯困乏力，胃部胀闷，关键就在于上一餐的饮食搭配以及开始走路的具体时间。梳理完2种散步模式的底层原理，我们逐一破除民间流传已久的3项养生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空腹运动容易流失肌肉。不少长辈被不实传言误导，出门锻炼前非要填饱肚子。现代多项运动生理学研究早已证实，只有连续1小时以上超高强度训练，耗尽身体全部储备能量后，身体才会被迫分解肌肉蛋白补充热量。日常半小时左右的悠闲散步，体内储备的脂肪与肝糖完全足够支撑消耗，完全不用担心肌肉损耗。第二个，流传多年的错误观念，吃饱必须静坐半小时才能走动，不然容易患上胃下垂。这套说法源于早年人们对消化系统认知不足，平缓散步可以加快胃部排空，促进肠道蠕动。真正损伤肠胃的是餐后立刻快跑、跳操。中低速散步不会牵拉胃部造成下垂。第三个误区，只要出门走路，无论什么时段都能顺利减重。虽说坚持运动远优于常年久坐，但想要最大化燃脂效率，优选饭前散步；想要平稳餐后，血糖则适合饭后走动。减重永远离不开长期热量平衡。
日常毫无节制暴饮暴食，顿顿重油重糖，只靠调整散步时间，根本抵消不掉过剩热量带来的脂肪堆积。聊完常见误区，再来区分2种散步方式的适配人群与禁忌范围。先说空腹慢性的受限群体，天生容易低血糖，长期服用降糖药物或是注射胰岛素的血糖病患，空腹运动极易造成血糖快速下跌，轻则头晕出冷汗，手脚发抖，心慌心悸，重则突发晕厥摔倒。这类朋友想要尝试空腹锻炼，务必提前和主治医生沟通确认，出门随身备好糖果、瓶装果汁等快速升糖食物。患有活动性胃溃疡、重度胃食管反流的长辈，空腹状态胃酸浓度偏高，外出走路容易加重胃部灼烧不适感。孕妇孕早期和孕晚期，身体耗能需求变化，血糖调控敏感度提升，同样不建议空腹运动。以上人群优先选择饭后散步更为稳妥。再讲饭后散步的禁忌人群，患有重度心血管疾病的人群。饱腹之后，血液自然大量汇聚消化器官，心脏负担本就加重，贸然活动容易超出心脏耐受极限，患上胃清瘫。严重消化障碍的患者，餐后走动会延缓胃部排空，加重腹胀积食。刚做完腹腔手术的朋友，需要等到伤口彻底愈合，经医生许可之后，再慢慢养成饭后散步的习惯。最后牢记通用强度判定标准，不管饭前还是饭后散步，保持边走边和身边亲友从容聊天的步速最合适。一旦气喘胸闷，没法正常说话，就超出休闲散步范畴，身体代谢反应也会偏离养生预期。弄懂利弊和禁忌之后，大家可以按照自身养生目标挑选合适的运动时段。想要提升身体能量切换能力，高效消耗多余脂肪，自身没有低血糖、慢性肠胃疾病，早起喝一杯温开水，空腹步行20分钟至40分钟，结束之后再享用早餐，长期坚持可以稳步优化体质水平。如果每次饭后困倦嗜睡，血糖指标常年偏高，想要规避代谢类慢性病，就在午餐、晚餐结束10几分钟后，出门慢行10到20分钟。不用花钱报健身班，不用专程赶往运动场馆，小小的日常习惯就能收获平稳血糖的健康收益。兼顾燃脂和控糖的黄金搭配方案，就是晨起空腹半小时减脂，午晚2餐之后分次短途散步，培养习惯讲究循序渐进。初期从每日10分钟起步，身体适应后慢慢拉长时长。除此之外，人体昼夜节律会影响散步效果。早晨体内皮质醇含量偏高，利于调动身体能量，空腹运动身体接受度更高。夜晚，人体胰岛素敏感度自然下降，晚餐过后血糖更易超标，因此晚餐后散步的控糖成效最为突出。近些年肠道相关研究表明，长期规律散步能够丰富肠道益生菌种类，优化肠道环境，连带提高身体免疫力，舒缓负面情绪。总而言之，饭前与饭后散步不存在绝对优劣，是人体精密的激素调节系统，会根据体内食物存量灵活切换运转模式。养生没有万能偏方，结合个人作息、体质灵活搭配运动时间，持之以恒才是养生真谛。散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简单肢体活动，不需要昂贵器械，不用聘请专业教练，只要愿意迈开双腿，就能激活身体自带的健康防护机制。吃透2种散步的生理逻辑，就等于握住2个低成本养生的实用办法，依据当日饮食情况灵活选择。大餐过后饭后散步，减脂需求就晨起空腹出门，顺应身体规律才是最稳妥的日常保养。最后温馨提示各位观众，本片所有内容只作为日常健康科普参考，不能替代执业医师的面诊诊疗建议。每个人身体基础条件各不相同，身患各类慢性病的朋友，打算大幅度更改日常运动计划前，一定要提前咨询主治医生。看完本期科普，
搞懂散步时间里暗藏的养生学问。计划从第2天开始调整出门时段的朋友，麻烦帮忙点赞，让平台把内容推送给更多需要养生知识的亲朋好友。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自己平日的散步习惯和身体感受，我会逐条回复留言。如果觉得内容实用，别忘了转发到亲友聊天群，把科学的饮食运动观念分享给身边在乎健康的家人。想要持续收看落地可行的科学养生干货，点击订阅频道，开启消息铃铛。你的每一次点赞分享都是我持续创作科普内容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